女人洗完澡掀开浴帘。男子并未对她做出任何举动，只是转身走向镜子前，写下逃走2个字，随后便化作青烟消失无踪。珍妮虽说受了点惊吓，但对男子的消散却并不意外，毕竟这类情形她早就习以为常。10年前的某个早晨，一家研究所里的粒子对撞机突然发生了爆炸，这场灾难导致周围几十公里内的居民无一幸免。更神奇的是，自此以后出现了超自然现象。大家惊恐地发现，那些遇难者的魂魄居然重现人间。但惊恐过后，人们发现这些亡魂就像循环播放的影像，每天同一时间、同一位置重复相同的动作，只会停留片刻便就再度消失，而且完全不影响正常人们的生活。所以严格来说，这些更像是死者留下的残影。就这样，10年过后，大家渐渐适应了残影的存在，甚至发展出一门专门研究残影的学科。女主珍妮的父亲就在那次爆炸中丧生，因此长大后的她选择了这门学科。这门学科有个核心理论，那就是残影只会减少，不会新增。人类能看见残影，而残影看不见人类，因此人类和残影是无法交流的。可自从浴室出现那个男残以后，珍妮隐约感觉残影数量在增加，甚至能看见人类，还可以与之互动。尤其是镜子上的快逃2个字，让她不得不怀疑这个残影是专程来找她的。课后她找到教授谈了此事，但教授表示这违背了学科的基本理论，不要过度的猜疑。但教授的劝阻反而更坚定了他追查真相的决心，尤其是浴室里那个诡异的场景在他脑中挥之不去。直到第2天，父亲的残影再次出现，他明显察觉到这次与平时不一样，父亲的目光中似乎多了一份灵动的神采。这个发现让珍妮越发确信自己的猜测，她联系了同样沉迷研究残影的尼克。尼克听完他的讲述后沉默不语，并带他来到了一个漆黑的隧道。Okay, go, count them, count these. 尼克告诉他，上周这里有16条鱼，而现在明显多了好几倍。这证明了珍妮的猜测并没有错，残影确实在不断增加。为确认残影能够与人交流，他们计划拍摄浴室里的那个残影，并去调查他生前的资料。为此，他们专门弄来一台能捕捉残影的特殊设备，赶在6点33分前架好设备，等待残影的出现。但出乎意料的是，那个残影好像察觉到在拍自己，用余光看了他们一眼，随后突然暴怒地扑向珍妮。好在残影无法造成实质伤害，但他们成功拍下了他的影像。借助照片，尼克查明了这个男人的身份，可调查结果令他们毛骨悚然。这个叫艾伦的男人竟然是个杀人凶手。记录显示，4年前，一位牧师的女儿失踪1周后，尸体在湖中被找到，而他失踪前见过的最后一人就是艾伦。为查明真相，他们立即拜访了受害者的母亲。那位母亲透露，女儿原本并不认识艾伦，失踪前1周，艾伦开始尾随她，后来更是纠缠不休。他们似乎发生过激烈争吵，但最终女儿还是被他哄骗着离开。女儿尸体被发现的第2天，警方就在汽车旅馆找到了她，但她却莫名其妙地自尽了。听完这些，两人更加困惑不解。这样看来，艾伦可能并不是真凶。但很快，珍妮就注意到一个更可怕的细节：被害女孩竟然和她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而且都是4年才有一次的2月29日。她立刻明白，这可能就是自己被盯上的原因。为保护珍妮的安全，尼克索性搬过来和她居住。珍妮这才知道尼克研究残影的缘由。原来他父亲同样死于那场爆炸，可他父亲的残影始终没有找到。他想查明其中原因，更渴望能再见父亲一面。第2天，珍妮父亲的残影像往常一样出现。细心的尼克马上察觉到了异常，珍妮父亲拿着的竟是8年前的报纸，但他10年前就已经去世。更诡异的是，报纸还刊登了另外2起少女遇害案。尼克立即记下了相关线索，2名女孩都在生日前1天离奇失踪。虽然真凶仍未落网，但警方当时也将艾伦列为了嫌疑人。Done. Okay, maybe the image changed. Right, or maybe it was there the whole time and you didn't know. But either way, Ronnie, I'm pretty sure he's trying to warn you. 根据调查线索，他们找到了其中一位受害者伊娃的姐姐，从她那里得知了一个惊人的事实：艾伦竟然曾是伊娃的男朋友，而且伊娃的残影也出现了。他不断重复着遇害前的场景，但姐姐警告他们过去查看一定要小心，那里正是当年爆炸的中心区域。但珍妮和尼克没想太多，当晚就动身前往那片废墟。可能因为接近爆炸中心，这里的残影覆盖了整个城区，不仅有当年的遇难者，还包含了各个历史时期的人们。他们密密麻麻地挤满了街道，整座城市宛如地狱鬼城。两人战战兢兢地穿过残影人群，终于找到了实验室原址。发现废墟里不只有残影，还有无家可归的流浪者和专程来围观伊娃死亡场景的游客。时间一到，伊娃的残影如幽灵般出现。
珍妮立即注意到，他显然认识凶手，但很快眼中的欣喜就变成了惊恐，开始拼命的挣扎，终究是敌不过对方，被逼退到梯子边。紧接着，随着残影消失，围观的人群也陆续离开。尼克却在人群中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，居然是当年负责对撞实验的首席科学家。发现被认出后，博士惊慌失措地转身就跑，察觉异常的两人立即追赶，最终在一处死胡同截住了他。在珍妮含泪恳求下，博士终于卸下了防备，随后带领两人前往他的藏身之所。在那里，他们得知了一个惊人的真相，这一切要追溯到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爆炸。核爆中心的人会在强辐射下瞬间气化，但他们的影像却能永久地烙印在建筑物上。通过研究这些核爆阴影，他们意外检测到微弱的声波信号，这些声波不仅能形成残影，更能开启连接阴阳两界的通道。实验室的目的就是打开这个通道。他们曾成功复活濒临死亡的病人，但在尝试用活人作为媒介复活死者时，实验室发生了灾难性的事故。 Instead of building the doorway, we tore a massive hole. 正是这样，才让无数逝者的残影重现人间。而珍妮追查的艾伦其实是博士的得力助手，但爆炸发生后，博士注意到艾伦的身体出现了异常变化，最终酿成他杀害女友伊娃的悲剧。当得知伊娃之后还有其他受害者时，博士立即明白这是在进行灵魂转移。原来艾伦杀害女友是为了复活她，需要找到同生辰的人作为容器，在生日这天完成灵魂转移仪式。但蹊跷的是，艾伦已经死亡，残影又如何完成后续的行凶呢？而接下来博士的话却令他震惊，所谓残影三大铁律，不过是当局安抚民心的谎言。What you must remember, in a world where the dead walk among the living, nothing is as it seems. 说完这些秘密后，博士释然地掏出了手枪。这个残酷的真相压在他心头太久了，如今终于说了出来，他也算是赎罪了。珍妮他们根本来不及反应，博士就果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。他们本打算等珍妮生日过后，也就是躲过艾伦的追杀之后，再公开这个惊人真相。谁知刚返回校园，意外就突然降临。两名警察直接找上尼克，还在他储物柜搜出一把手枪。虽然尼克坚称枪不是他的，最终还是被警方带走调查。这变故让珍妮顿时陷入了困境，只能再次向教授求助。没想到这次教授相信了他的话，原来他也在调查这个案子，他同样在怀疑艾伦。得知珍妮在禁区的遭遇，他知道真相后，教授想出一个对策，他把珍妮家的安全屋改造成残影无法进入的庇护所，只要珍妮在里面度过24小时，平安过完生日，就能化解危机。唯一的问题是安全屋里没有任何信号。教授在帮珍妮准备物资时，尼克也从警局出来了，但此刻他找不到珍妮，于是只好继续翻看实验室里档案，竟发现了惊人的真相：教授居然曾是博士团队中的成员。联想到莫名出现的手枪，尼克顿时感到不妙，便立即赶往教授家，恰好看到教授女儿的残影出现，教授也正好回来，他只好暗中观察。但诡异的是，刚才还神色自若的教授女儿上楼后突然惊慌失措，最后在教授悲伤的目光中烟消云散。目睹这一切后，尼克恍然大悟，教授确实是实验室的核心成员。爆炸发生时，他女儿恰好在现场。教授和博士艾伦三人及时躲进了安全屋，但他女儿没能逃过，便化成了灰烬。这才是连环凶杀案的真正动机。知道真相的尼克正要行动，却被偷偷来到背后的教授袭击，一记重击将他打晕。醒来时，惊恐地发现教授正在活埋他。随后教授便若无其事地带着补给返回安全屋。时间1分1秒过去，当时钟指向6点半，离艾伦现身只剩下3分钟了。这时窗边的隔离材料突然脱落，珍妮赶紧去固定，却不小心割破了手指。她问教授这是什么材料，听到铝合金时，珍妮顿时警觉，想起当初尸检报告显示伊娃颈部残留铝合金的痕迹，又看了看教授额头上的伤疤，她立刻明白了真相，教授才是真正的连环杀手。她猛地撞开教授，夺门而逃，刚跑到楼上就被教授制服。教授终于撕下伪装，这一切都是为了复活女儿，这次没人能阻止他了。 Each day, I watch her vanish. That's the real thing, Julie knows, right? Not that we lose the people we love. That we keep losing over and over, 1,000 times over. 话音未落，教授就死死掐住珍妮的脖子。危急关头，珍妮摸到床下父亲留下的冰刀，
镜中突然浮现父亲的残影，这意外让教授一时恍惚。珍妮趁机用冰刀划伤教授，挣脱束缚的他，在父亲欣慰的注视下夺门而逃。但教授仍不死心，被逼到结冰湖面的珍妮再次被教授死死勒住了脖子。为求自保，珍妮只能奋力砸碎冰面，拖着教授坠入冰湖。绝望的是，教授仍死死掐住他。濒死之际，他看见艾伦的残影从湖底浮现，推开教授并将他拖向水面。不止艾伦，其他遇害女孩的残影也来相助。在众人帮助下，珍妮终于浮出水面。最终，教授带着不甘沉入了湖底。完成夙愿后，艾伦也终于可以放心的离开了。但耗尽体力的珍妮已经无力游回岸边，绝望之际，被活埋的尼克竟奇迹般的出现，及时的将他救了上来。原来尼克也以为自己必死无疑时，一个残影突然出现，将他救出。这人正是他朝思暮想的父亲，那个他思念了整整10年的父亲，也是尼克每天上学路上看见的那个10年如一日挖着土的残影。看到这里，我才终于明白，这不仅仅是一部悬疑科幻片，更是一曲父爱的挽歌。当女儿逝去，却还要一遍又一遍的出现又消散，这将是怎样的崩溃和绝望？逝去的亲人虽成残影，却以另一种方式陪伴。残影是时间的印记，是爱的不朽，是那穿越生死的守护之光。在光影交错的世界里，每一个残影都是一首诗，一段故事，一份未完成的守候。它教会我们珍惜眼前，感悟生命的脆弱与坚韧，让我们更懂得了什么是爱，并找到了存在的意义。